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跟大家聊聊获利创新高之后的金融股总体检，高波动市场里面的投资护城河。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主编洪林香，欢迎林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香。对，金融股一向是非常多投资人心头好了哈，心头好。2024年快要结束了嘛哈，2024年的金融股表现看起来是很不错的，请这个林香帮我们分享一下2024年的金融股表现是怎么样。财讯想和所有频道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因为有你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和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和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金融股虽然就过去这一整年好像坏消息好消息都不断，但其实他们就不断的努力的在赚钱。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就22年的时候就是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本来每一年都在成长的金融股的获利，2022年来一个雪崩式的下跌。那主要就是因为美国联准会在那一年就鹰式的升息，寿险业最惨，寿险业本来就是台湾金融业的金鸡母，就没想到那一年竟然是负的100多亿。其实他们这1-2年做了很多的调整，纷纷扰扰的过，这1年多竟然今年就是获利创新高。那我们来看这个金管会的数字的话呢，就是其实在今年的前10月金融3业就是银行、证券、保险，他们的整体的获利就已经超过就是2021年的全年总和，已经来到了将近9500亿左右的一个水准，就整个已经超过之前全年的新高，还有2个月它可能还会破兆。我们的金融股指数也一直在往上攀升，即将30年的新高，在我们截稿的时候是2146点，那即将要创下就是比之前的高点还要再更高这样。那我们其实是蛮期待这一次金融股和金融业的一个获利的展望和他们的股价指数的表现。其实我们观察过去几年的金融股的整体的获利水准，基本上是每年都在成长，除了2022年真的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线就是凹了一个洞哈，但是寿险那年其实蛮 suffer 的，然后一直到2024年的时候，今年我们就创了历史新高，这是毫无悬念。所以大家就会好奇说，为什么台湾的金融业包含证券、银行还有寿险哈，为什么可以创下新高？一定是3个行业都很不错。先讲银行好了，银行为什么今年很不错？好，你今年有没有出国？一定有啊！出国的话呢，你就会刷卡嘛，对不对？大家本来想说去年疫情已经解封了，已经出了很多国了，没想到今年更疯狂，所以今年的那个信用卡刷卡金额又创新高，这样子。大家就是出国，然后就会刺激消费啦，那个带动经济的成长。没错。对，而且今年就是又跟去年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的手续费收入，财管手续费，2023年的时候虽然就是台股有涨幅也是不错，但是它其实大家是一个金涨的一个状态。这样2024年呢，就是整体的市场水准都已经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台股的涨幅将近30%，刺激了就是财管的交易手续费，大家会愿意去买基金、投资股票、债券这一些金融商品，所以呢就带动了银行在手续费收入的一个成长。银行自己也蛮积极在投资的啊，对，就是他们以前可能就只是做定存而已，但他们现在会做很多积极的一些操作，因为现在市场波动真的很大，对于银行来说，他们的波动其实才是他们的机会之所在这样子。那另外呢，其实我们银行也花了很多力气在降风险、去杠杆这件事情上。那最明显的就是有关于中国的曝险，是中国本来就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国，那曾经呢，我们的台资银行对中国的曝险占他们的净值比将近70%。那现在就是中国其实他们已经开始走另外一条路了嘛，那我们台资银行也开始就是降低在中国的一个投融资的一个比重，2024年的年底呢，占净值比已经跌破了19%。所以它等于是从高峰一路往下，我觉得对于银行来说算是分散风险的概念啦。对，那当然就是我们也还会加大其他地方的投资，像是现在很夯的美国，还有我们的新南向国家。以前我们就非常的仰赖中国，那中国它经济下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还有这么大的部位在中国的话，银行业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现在还好，我们在及早就已经开始做去杠杆、降曝险这件事情，那就是银行在这一波就没有受到一些损失，所以体质上做了调整，然后业务上又有进展。所以看起来就是获利会不错嘛，对不对？对。那寿险业呢？大家最关心的那个2022年最 suffer 的寿险业呢？对，就是寿险业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很有韧性啦。虽然说这是听起来好像口号，但是我觉得业者真的是非常集思的在做一些很多的创新和突破。有一些业者他们就推出新的商品来改善他们的资产负债结构。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买保险不是买保障，我们是买一个储蓄。你说投资的概念在里面了。对，但现在就是他开始在倡议，就是
就是你要更重视你自己的健康、自己的保障。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他把一些商品调整成就是对寿险公司财务状况比较有利的一个产品结构。那未来在面对就是2026年国际准则要接轨像 IFRS 17还有 ICS 这些状况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有更好的弹性去应对这样子。因为到时候就是你的资产和负债就要及时的揭露，每天就跟着市价会这样上上下下波动这样子。像我昨天还去上了一堂就是 IFRS 17接轨后要怎么样看寿险财报的课，我实在是听个母萨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这样子。2025年1月就要开始平行测试了。对，所以说我们看到寿险也有这样的准备，那我们就觉得啊，那终于比较心安了。不然的话，之前真的是吵吵嚷嚷的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有准备的话，至少大家会大概知道说到底冲击会有多大，比较容易评估嘛。那证券业不用讲了吧，台股就像讲了，2023年、2024年都是金涨的格局啦，所以证券应该是很不错的啦。对，以前的话，证券业在金融业就是算是小老弟而已啦，获利都是一点点而已。因为我们证券业其实非常的分散这样子，这几年就是经过数位化啊，或者是一些金控他们一些整并啊，然后把它规模做起来以后呢，我们的证券业的获利占整个产业的占比也越来越大了。那尤其呢，就是2024年呢，因为股票啊，还有债券这些金融商品都操作得很不错，还有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财管 2.0 这样一个政策，那证券业他们也可以去协助客户做操作，所以他们不管是他们在手续费收入、交易税费的收入、自营操作都有非常好的亮眼的表现这样子。2024年金融股创了这个获利的历史新高，但因为其实整个局势变动非常大，当然还有川普的变数在里面啦。那所以2025年会跟2024年一样好吗？观察指标是哪些？要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就开始有很多的研究机构都在发表，就是对于2025年的一些经济展望的预测。那有很不错，像我们的主计处就认为说，我们台湾明年的经济成长率虽然2024年的是一个高基期的状态下，但2025年应该还是有机会在3以上这样子。但是呢，其实也有蛮多的机构认为，就是因为高基期，加上就是有川普的不确定因素啊，还有台湾跟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还是很高，然后还有波动加剧这些种种的因素来考量之下呢，可能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在2025年可能只剩下最低的是 2.3， 这是嘉达银行的预估了，他认为明年大概会到 2.3 而已，应该是目前市场上比较低的，目前比较低的。他的意思是说，他把就是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对于台湾的冲击把它加进去了，就是这样至少会就是影响台湾 GDP 成长 0.5 到 1% 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对，了解。那因为我看那个林香这次他也访了，刚好惠誉有针对台湾金融业做了一些建议跟评价嘛，他认为台湾金融业的机会在什么地方？整体来说，惠誉他对于台湾金融业呢，它是属于中性的，他其实并没有看那么衰退，他其实是蛮中性，然后偏乐观。但是他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产业分化这件事情。其实台湾的产业就是不管是高科技业和传产业，产业就分化的很严重。那其实在金融业也是，就是会变成一个大者恒大，可能会集中在几个有优势的一个大型的金融公司上面这样子。这个是产业的分化啦。但如果就整体的这个金融业的看法的话，机会点会在什么地方啊？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是国营他们在分散风险，他们开始往美国和新南向布局。这几年来，他们其实也在很努力的在跟上台商在做供应链重组的这个商机。去美国市场不是只有科技业去，它后面会有一连串的金融需求，对，包括要帮员工开新转户。他如果小孩要去那边念书，他要帮他申请就学贷款，他在那边做信用卡，对，就是有很多金融服务，再加上还有什么企业金融的一些设备融资啊，然后信用桩融资啊，这些跟着供应链重组就可以让金融业开发出很多的商机出来。对啦，因为其实台商从中国搬到东南亚，他现在要布局到整个美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时候，都有很多眉眉角角的事情要处理啊。有人的地方就需要钱嘛，对不对？好，有需要钱的地方就需要金融业。好，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有机会的。对，那除了供应链重组之外呢，其实我们台湾就是也一直在努力来提高对于美国的一些曝险。曾经美国对台湾的银行加大监管，大家应该印象还有深刻，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兆丰银行有被美国裁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法遵可能做得不够好，所以那时候做了一连串的一些就是加强啊、稽核啊，然后还去打官司这些。那就刚刚好，就没想到那时候的危机反而变成现在的转机。那像兆丰银行啊，或者是像中信啊，或像第一银行这些在美国或者在新南向国家都有很深厚的布局的这些银行，跟着美国的需求
做一个供应链的调度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金融业就算没有吃到肉，也可以喝到汤这样子。一直是跟着一起成长，对对对，应该这样说啦，就是吃肉喝汤这样子。对，那证券业呢怎么看？本来大家都以为说证券业2024年的时候就是交易量比之前还要萎缩了，那会不会说就是营收也会衰退？结果没有，因为其实我们证券业在发展他们的财富管理，还有他们自己的自营也做得很好。证券业就是3个业务嘛，就是自营、承销和经纪。那经纪的话可能会比较看市场的气氛来说，但是自营和承销，因为他们规模起来了，他们可以承做更多的大型的 IPO， 或者是吸纳更多的一个资金的量能，然后去做更大的事情这样子。那对于他们未来的获利稳定度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对，我觉得现在业者大家在观察，就是2025年的交易量应该是证券业的获利的重点的观察的指标之一啦。是，因为其实2024年是非常非常热络的，对，很担心高峰已过哈。其实最近因为大家所有的这个金控公司、券商都在做年度预算，对于这个企业老板来说是只能成长不能衰退，但他们内心稍微有点保守，就是说可能2025的交易量不如2024。不过这个市场变动是很难讲，因为大家不要忘记说，其实川普并不乐见股市下行哈，所以这个到底会变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要请你帮我们随时关注。但其实刚刚林香讲了所有的这个金融股跟金融产业的成长，看起来明年虽然有挑战，但机会其实并不差。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从这个资本市场来看，散户却是从金融股撤退的。2024年的这个散户在金融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确，因为其实这3年来说，金融股是相对比较低迷，市场上有另外一个崛起的势力，那就是高股息 ETF。其实因为以前呢，就是金融股每年的股利大概就是 4% 以上，很稳定，然后股价不太会跌，也不太会涨，那它就是稳稳领配息就好了。但是呢，高股息 ETF 横空出世之后，吸纳了所有的存股的资金。反观就是金融股，因为前3年获利不佳，所以配不出高息，配不出现金股利，至少给你股票股利，股票又不会涨，所以股民他们干脆又用脚投票，就纷纷转到了高股息 ETF 去了这样。所以其实即便到现在，金融股的散户的股民人数还是比就是2023年还要再少10万左右。但是最近呢，因为就是获利的报告出来了嘛，然后呢，对于明年展望也大致尘埃落定，慢慢的有散户开始往金融股这边有移动一点点这样。那但是呢，另外一个更大的势力就是外资。其实呢，过去呢，大型的金融股里面，外资持股大概都在30% 上下。但是呢，就是这几年，因为外资就是大卖台股。那当然一定也都大卖金融股，近5年大概卖超了2兆，超过2兆的一个资金规模。那现在还没有看到外资有比较明显的回头，但是我们就是有法人认为说，这样的状况反而就是一个就获利回来了，殖利率也可以预期了，筹码反而是很清澈见底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未来这些就是散户啊、外资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也许有可能再推动一次一个价量齐涨的一个格局。对，我觉得这一期其实财讯我们727期杂志里面，其实有一篇文章盘点了今年以来散户跟筹码以及股价的变化，其实非常有趣。外资跟散户都大卖金融股，但事实上金融股的报酬是不错，我指的是股价报酬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个筹码面散户觉得便宜就去买，但其实可能不见得便宜就赚到资本利得啊。那另外就是说，高股息其实在2024年非常非常夯，大家会觉得有很好的股利，但事实上到现在年底来看，好像也表现也不如预期。反观金融股，因为2024年获利很好，大家会预期说2025年是不是殖利率会相对比较不错。那所以我就想问林香说，那所以对于金控或者是这金融股来说，他们对于2025年配发的殖利率，他们有一些说法吗？那个最明显、最直接讲的、最了当的就是国泰金控，他们就是李长庚总经理，他就说我们会争取要4% 以上的殖利率。那其他人就会说我会发出具竞争力的殖利率，然后或者是努力以现金为主，因为当然就是法说会他们有一些法规的限制，就不能够讲得太明白，直接给你喊一个数字出来，但是也感觉出来，就是这些金控公司的大老板和他们管理层很努力的想要再吸引外资回头，那个动力是蛮强的，所以他们应该是会努力的挤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一个报酬率出来。因为以前这个金融股是算是高殖利率股嘛，那就像跟刚刚讲说，因为之前不好，所以其实这些高股
股息的 ETF 基本上也不会选到金融股啦，对不对？2025年如果配得好，搞不好资金又回来了，等于是加成外资也回来然后什么散户也回来，ETF 资金搞不好也回来了，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又会不一样的局面。市场会波动嘛，2025年可能会更波动，那当然都会需要有一个护城河，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说金融股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刚好昨天刚碰到金控的老板，然后他就讲说金融股虽然看起来有点无聊，但是却相对稳健对，然后更何况他在整个市场成长过程中，他也算是步步高啦，所以我觉得是蛮值得期待。不过我觉得虽然大家对于市场蛮乐观，但我觉得还是提点一些风险啦，就是说因为明年毕竟是川普会正式上任，2025年的1月份，所以对于市场带来的变动性，我觉得还是要有点心理准备，或者至少在资金上会有一些配置，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对于2025年的风险，你会怎么样提醒我们所有投资人呢？金融就是依靠总体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一个很依赖这个部分这样，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提醒的风险当然就是川普啦。川普 2.0 它即将要启动呢，那美国联准会利率虽然它跟目前的这个联准会的主席呢好像意见不太一致这样的，像12月联准会主席他在利率会议上面虽然如预期的只降1码，但是他暗示的2025年呢可能只降2码。这跟大家之前市场预期就是可能2025年全年降4码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他这样的一个暗示呢，是不是符合川普的预想？因为刚刚总编也提到，就是川普是一个没有办法忍受就是股票下跌的一个总统这样子。如果说他跟联准会的主席的意见不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也都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大家密切的注意看，因为美国打喷嚏，那全世界都会着凉。对对对。不过我觉得联准会这个对于降息的步调放缓，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反映美国经济其实还是蛮热的啦。是。就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就是说经济热，我觉得全球都会好，都还不错嘛。尤其是台湾会跟着受惠一起成长。可是如果降息降过快，可能大家会有经济衰退的疑虑啦，所以这个就是两难啦。那另外一个风险就是中国曝险啦，对，那其实台湾对于中国的曝险还是远大于美国，也远大于南向国家这些的曝险这样子。金融业虽然一直在降曝险，但是其实还是有不少金融业，譬如说像最近很红的租赁业，还有就是一些在中国有开分行子行的这些金控业者，他们可能在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受到一些相关的冲击这样子。因为这个问题很久了，有人跟我们讲说，就是因为降曝险其实是从 68% 降到 19%， 它中间经历过了就是 COVID-19 美中贸易战，所以呢其实能够留下来，然后还能够好好的缴息的这些业者，应该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业者，所以这些银行也是觉得说这些风险应该相对可控啦。是。那另外呢，在接下来就是有关于利率风险。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有关于联准会，还有就是我们台湾央行在2025年的时候也可能会降息，但是与其说是降息，因为台湾的利率就是在很窄的区间里面上上下下而已，但是更重要的是央行会不会再打出第8波的信用管制。对，那对于台湾银行的有关于房贷的收益这个部分会不会受到冲击？但其实大家密切关注那目前看起来好像第8波不会那么快再打出，就是但是央行看起来就是对这个政策还蛮坚持的这样子，所以呢银行可能还是要在就是有关于不动产的放款这边还要严加注意这个违约的风险这样子。了解。那因为这次我们是做金融股总盘点嘛，除了针对整个产业的分析之外，我们也观察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在金融股里面国营跟民营之间的势力消长也是看起来是进入一个死亡交叉。对，其实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去年2023年的时候，富邦并购了日盛金控，整个让北富银的存款的市占率就超越了兆丰银行。兆丰银行已经是公股获利王、公股龙头了，结果没想到北富银一个以台北市银行起家的这样一个区域性的银行，竟然会超越它，那就是表示说，就是公股行库他们如果再不积极面对有关于就是成长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可能会真的会面临一个获利衰退、市占被抢走的一个状态。而且其实我们现在有9家公股行库，2300万的一个市场来说，9家公股行库是不是有点太多呢？当然啦，就是财政部是一个大股东嘛，公股行库的大股东，他们当然要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这样子。那不过最近刚好兆丰金控的董事长董瑞斌他上任之后呢，他就提到说，如果就是大家对于银行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事业要整并的话，会比较有疑虑的话，那我们先从小的开始，像是产险啊，像是先从外围跟周边开始做。对，没有办法做出规模经济，你就一直在内耗这样，然后彼此竞争业务，那其实对于这个产业就是不利于发展，然后也还蛮消耗资源的啦。应该是说，但我们是尊重市场自由发展机制啦。其实民营银行的成长，我觉得大家非常乐见。但
但国营我觉得基本上还有身负国家一些责任在，因为毕竟以后我们打的是国际杯，从台湾走向国际的时候，金融业也是国营是不是也要跟着上这个 tempo？ 因为其实我觉得民营像这个富邦、国泰、中信也非常有竞争，这几个都非常棒。那所以这个部分怎么样让国营也有一些可以比较跟匹敌的地方，我觉得政府要好好思考这件事情。好，那所以2024年金融股在创新高之后，其实这次我们做了蛮完整的总盘点，在财讯的第727期里面，包括各产业，包括后面有很多公司，大家可以这个细细来看。那我总括来说，我觉得2025年虽然挑战，但是蛮有机会的。但到2026年的时候就比较困难，因为有 IFRS 这个接轨的事情，所以搞不好金融业会想说，我在2025年先冲一波，这也很难说啦哈，要看大环境的变化。但基本上业者都非常有企图心，这是事实。是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96集里面最敢并购的金融家台新吴东亮想并购星光金，打造金融版的护国群山里面的留言，那是不是请林香帮我们念一下？这个留言人态度还蛮分歧的。财团一狗卢说，孤家才是最敢并的，而且能成功。吴家搞10几年，连个张营都吃不下来，点。好，所以我们这次就要看到底可不可以台新顺利成功的并了星光，还在审核哦。对。另外就是财团 Wilson Chen 说，想知道这种1+1的并购最后是大于2还是等于2还是小于2？一般并购后的新公司营业额或获利和并购前会增加，我不知道。大部分的都会增加。金控来说，这几次的并购其实都还算成功，因为其实金控的业务其实是很相近，而且它又特许行业，所以原则上来说营收会增加。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比较经过需要调整承接下来的烂银行或者是烂寿险，它的确会需要做一些整并和调整这样子，所以这也很难讲啦。对啦，1+1是否大于2这种并购案，还是要回到说并购之后的体质调整有没有办法快速的融合。那我们其实国外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其实并购是一个高风险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万全的准备，基本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其实我们也密切的在关注说台新跟星光的后续，那林香会为我们继续的追踪。非常感谢今天林香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购买财讯第727期杂志，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